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好运降临，好新桃花抵达，新桃花接近中哈。那这是3张命运之轮，命运之轮的基本上都有好运降临的意思了哈。那这3张，你仔细看里面有所差异哈。虽然它原本的牌的设定是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但我希望你们抛下这一个概念，你只要选画面上、感觉上比较符合你现在的心境的就可以了。好，那我会各自在不同的选号里面用它的塔罗牌组。那就这样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我们第2组牌的时候才会用这个牌哈。我们先用原本的大牌来，先用原本的大牌来翻。好，今天的题目是新的桃花要靠近，新的桃花靠近。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能量靠近中。好，来，这张，颠覆性的吗？全新的，这一次靠近的人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你之前的爱情里面，甚至你的朋友圈里面都没有遇见过都没有遇见过。这里不一定是说它来自你不熟悉的位置、不熟悉的国家、不熟悉的种族、不熟悉的文化，不是讲这个。它的本质上有很大的出奇，它会混杂的2个感觉，第一是你的不适应，第2是你的好奇心。这2个感觉会混在一起，让你有一点点憧憬，奇妙有一种很奇妙的憧憬，或是期待一个新局面的发生。那当然这张牌也是有一点小危险、小风险，就是可能太过刺激给的惊喜跟惊讶、惊吓会混搭在一起。那我有看到一点点你追逐他的感觉，就是你可能有点跟不上他但是他不太会把你抛下了他会带领你，然后让你乐在其中，跟他相处的感觉会这样子。总之目前看起来在爱情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旅程，新的经验，也算是新的体验好了。我本来想说挑战，但我想说算了，好像不太适当就不用挑战来形容了。好，还是真的是处在一个未知未知3种未知，然后新的体验。世界牌引导了这整个故事的走向是，它确实是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前面已经讲是新的体验，所以就会一直重复讲这一件事情。然后对于这个人的能量的预测各方面都还处在一个未知。然后你对他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其实会在一个未知跟好奇的感觉里面，成为一种新的向往那以他的角度呢，我还是觉得他是带领你比较多。他觉得在他的角度，他觉得你看到的世界不够宽广，或是不够丰富，他可以给你更多。不是瞧不起，而是他觉得你值得看到更多世界更多的东西所以在这4张牌，它做成一个循环的话来讲，生活里他可能会把你从一个无聊的宅在家的，时常待在同一个区域的同一个城市的你解脱出来，解放出来。你可能会有点忙碌，你可能会觉得要去的地方好多，你可能会觉得丰富性提高很多，你也会觉得有点累。但是等到你休息静下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因为它的出现，你的人生看到了非常多新的世界。但我要说一件事我现在讲到现在都还没有说这是一个确定的恋情是不是？因为你们前面成为这个好的感觉的朋友，我觉得有好几个阶段认识。其实他对你是喜欢的，但他没有要立刻确定，很快就确定是爱情。他觉得跟你做朋友，带你一起去，有你在身边很舒服。可是到了下一个阶段，再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才会比较有爱情的感觉。其实这整个过程，他也在为自己确定你是谁，你有多重要，你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位置来，我看一下其他的。
好，等一下哦。未来会有更多的冒险，然后感情上会有一个更强烈、更新的一个升温，然后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更紧密，然后比初期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它确实是一个很健康的进程啊，朋友、好朋友，然后可能有到知心好友，或是已经习惯性的去哪里都带着你，或是你们就都会一起这样。那感受上你们已经是一个队伍了，然后只是要进入爱情前，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模糊地带哈。然后才会确定为什么会有那个模糊地带，因为看起来做朋友也不错，当恋人也不错，会有这个模糊地带。可是你们的很多相处的模式其实都已经很像恋人了，然后又没有确定恋人，也不是觉得不重要，而是一个感觉还没到，还是觉得反正已经像了。好，这边它有一个游玩的气氛很多，气氛很好哦。在某些感觉上，你们只要在一起就很快乐了，他不用特别去确定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样。你们这边在确定感情前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说确定感觉、确定关系反而是一种框限，是一种局限啦。它必须要到你们对这个感觉有所突破，或是自然而然的已经突破了，才会被别人问到说你们是不是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比较觉得说哦，好像是吧。你们不会那么明确的想要确定它是一份关系，然后你会觉得不确定关系好像就没有很牢固。可是，在这一组看起来不需要这种牢固，就你们的感情感觉就已经非常牢固了，好吗？那如果确定关系这件事情在1号牌，大概多多少少只是为了给旁边的人交代一下你们的。免得又有人来追求啊或什么，只是有一点点是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两个现在比较好这样子。可是这个定义这个说法对我们来讲没有那么重啦，有也可以哦，没有一定要说出来也可以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你们两个人相处非常融洽哈，你们两个的安全感也非常，信任度也非常高。那以人生时间的长河来说，我觉得就跟我们常讲，他可能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旅伴哈，去哪里，在这个人生的旅程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旅伴，不会跑掉。然后再慢慢的进阶，我认为说是 soul mate 还比较接近一点，但我觉得更接近知心好友，然后进入爱情。因为 soul mate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体验，我觉得你们到心灵在更深层的体验，还要在更后端，再一次升华的时候才会有到那里哈。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关系的出现啦。哦，好，来，你看，果然哈，呃，你们的内心的东西很难攻破啊，内心的东西很难攻破，但是来到比较后面一点，然后你们真的会有一些不断的创造出来的新的旅程，想要去哪里，然后关系上也会一直在慢慢的进阶。好，那而且在某一些生活上啊、生存上啊、自我要求上，你们两个都还蛮要求彼此的。虽然你们不会要求对方，可是因为你们彼此会看到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也会更加的激励自己要更好，这样。所以你们两个相处就是一个教学相长，好、的一种感觉，然后并驾齐驱这样子，所以才会觉得说，要不要进到恋人，还是成为好朋友，这关系其实模糊，对我们来讲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们两个连接，两个人的感觉连接起来是有更厚实的一种关系定位啦，它不是一定要是恋人这样子，但是也是可以。我觉得从整个能量一直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哈，他就会有一种觉得还是确定一下好了啦，但是就觉得就是一个交代，交代给很多其他人的感觉这样而已啊。好，那你们的两个人人生除了有好几阶的进步之外，好像在人生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哈的时候，还能够成为很不错的依靠，然后每一次的依靠跟每一次的陪伴，都让你们的关系有在更往前。这一组我看到比较长的时间长河啦，所以它不是一个轻易的就会离散分开的一个关系。也因为这样，所以用恋人关系来框限有点格局太小了，所以我才说它会有很多方式哈。那可以期待一下了哈。我觉得进入恋人关系只是其中一个会经过的选项而已。
好吗？会经过、会经验的一个选项，所以也不太会错过成为恋人。但整个大格局来看的话，创造这一份一生里面重要的关系才是重要的事情哈。好，才是这一个关系里面的核心哦。来，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整个现况各方面哈。好，今天主板还没有说到认不认识了嘛？好，来看一下认识了没？现在关系如何？现在的距离如何？哈，来，哦，好，先看这些。快要遇到，直奔彼此而来，但呃，我觉得只到了你们的那个区域，还没有直奔你的点。就是说，如果你所在的位置我们称为 A 区，哦，那你在 A 区里面，你会跟他相遇的那个点，或是他遇到你那个点，我们称为 B 点。好了，好，还不是区，所以他现在只是往 A 区过来，还没有往 B 点去。他必须要先到 A 区之后，才会发现他要往 B 点去。所以他现在的一个行动上，他是往 A 区去，而且可能已经很靠近，已经要进入了。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说，他可能差不多要进入你的生活圈哈，只是不确定说是工作的还是人际关系圈的。这里呢，工作的能量比较小，那他现在是处在一个工作环境跟各方面都还蛮丰沛不错的一个状况下，可是，在工作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正要赋予给他，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去做一个身体上的移动，然后移到你刚刚说的那个 A 区你所在的位置。那这段旅程，整个发展的复杂性有点高，就是说他可能认识蛮多人，然后才渐渐到，然后遇到你哈。可是方向是对的，这边感觉上方向是对的。他心态上是没有在祈求爱情的出现，可是整个能量上的驱使好像有先以见到你为主，在做一个行动。只是如果以现在这个点来说，它还不会立即出现，因为他现在所在的那一个 A 区以外的那个位置，他还没有确定要出发，是准备要出发，因为他现在还在处在一个很丰盛的、很能量很强的一个工作环境里。这个结束之后，才会有一个新的旅程、新的挑战的讯息出来，所以他才往你这边出发。火的能量非常多，所以那一个从往你这边走来的路径，整个路啊，能量都已经有很好的能量，它不会半途而废，它不会走一走就停滞，不会哈，而且一些开往的指引性跟方向感都已经有出现了。好，他的现况来说了哈，他正在解决他正在突破他现在的忙碌的点，所以这个地方被提示，就是说可能还要再等一下，这时间又拖了哈。不过我看到后面有加足马力的往你这边靠近来哈，他现在真的还很远啦哦，我只能这么说，他现在真的还蛮远的。有贵人，有人会做介绍，你们之间有不错的贵人会做介绍哈，就可能是你的认识很久的朋友跟他这边的人有所接洽，所以才会出现。我觉得工作讯息，我会说他跟你认识不是因为工作，但是他靠近你这边是因为工作，因为人跟人的介绍，然后变成有认识的朋友在相遇。这边看到你们的遇见是以一种朋友的角色，可是工作可能有相关，但没有直接的影响。哦，好，目前你的附近没有他的迹象哈，所以他真的还很远。然后再来，呃，我觉得你们遇见的时候哈，
可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小事情，然后让你们有互相帮忙，他帮你或你帮他的时候，让你们两个感情在初期的时候比较升温。所以这一组比较不像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那种很炙热的感觉，一看就喜欢。没有，我觉得你们是从一些相处时间上相处的时候，发现彼此的喜欢，跟前一组还蛮像的哈，要慢慢的走，那个发展的顺序还比较那个。好，我看一下。好，等一下哈。我觉得大概以我现在看牌的时间，大概2、3个月之后，然后再持续到6、7个月这段时间，你们应该会有比较频繁的接触的机会，然后最好的状况可能就是待到下一个年末交换之后的1个月内，你们的感情会有比较好的关系的上升哈。那我仔细看了一下分析，你的朋友哈，你的朋友好像在1、2个月前已经有接触过他了耶，有这一点点，有一点讯息，因为他这边有一个你的朋友有带来了他的能量有靠近你，但不是他的能量靠近你，有一些接触到了哈。那再到之后，有2个都有生活，这是后来，我觉得大概半年8到9个月中间，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以一个贵人的方式出现在你生活，就像我这边说的哈，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事情要互相帮忙，所以感情就会变得比较好。所以这边也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哈，所以可是时间拉的比较久啦，至少半年之后，但是不代表说半年之后你们才会认识，而是前面比较多的，应该就有一些些微的认识，然后后面才是真正的有关联性的事件把它出来哈。好，大概时间感是这样，就感觉一下，不要太拘泥，一定是这个时间哈，它只是一个能量的流动。那能量流动，如果以月来做单位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其实它还更细啦，我只是没有把那么细的时间讯息讲出来，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呃会太钻牛角尖哦。来，哦哦，你们的工作各方面是在自己的独立的空间里工作，其实工作上是没有关联的哈。那知道彼此的工作做什么做，其实会有点羡慕跟敬佩，做这个工作是自己做不来的。所以这些介绍工作上的介绍也只是一个职称上的介绍，可是你们工作其实没有什么互相的直接的关联。但是后来可能有真的是因为隔行如隔山了，有不一样的工作范围，你所以才可以互相支援，所以才有一个贵人的方式来去帮忙这样。比方说，他可能是做法律的，你是做设计的，你完全对法律不懂，他会有一些法律问题，他会来帮忙你，帮你解决，类似这样啦哈。那相反的，他可能新买房子需要装潢，然后你会做设计，所以你就去帮他做设计，帮他处理，然后会比较便宜这样。这就是你们两个初期的关系。那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是非常好的朋友能量。所以在第一组牌我就说，你们不一定会进入爱情啦，你们的那种旅伴的关系能量真的是比较强。这边又再说一次，所以果然是没有他的牌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哈。你们要比较久之后才会感觉到你们可以住在一起，所以在初期做朋友或是到初期第一次觉得可以确定关系这段时间，都还没有想过要住在一起。即使确定关系的时候，有一长段时间都还是喜欢住在自己的空间里。必须要到后面更加成熟，为了方便性或者是什么，才会觉得住在一起。好，那之前连室友这个关系也
这可能只是最大的可能，可是我觉得不会哈。就是说，如果你们是以朋友关系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你们是可以当室友的。可是这个感觉是要走到爱情的，所以我觉得室友这个关系不会出现。你们真的住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确定关系之后，感情比较稳定之后，才会比较决定说住在一起。不是因为觉得一定要住在一起，而是觉得方便住在一起。所以没有那么不方便，就不用住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就都是约在外面见面这样子也都 OK 哈。你们的关系，所以你要记得，你们这一组关系的核心本质，两个灵魂是非常适合做长久的朋友的。好，它是有一个足够高的信任感。我有一个牌这里好。其实这组没什么问题哈，所以有一些提问的牌就没什么必要翻了哈。像现在恶魔牌这个，通常我问恶魔牌就是有一些困难点，我想问他一下怎么看待啦所以可是这一组没什么问题，有时候翻一张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这里说你们两股你们的相遇是两个正能量的交换哈。好，是正能量的交换，所以是一种学习的啦哈，所以还蛮符合所谓的旅伴的概念哈。来看一下这里，帮忙下一个结论哈。好，我看一下，它这两段的话分开。这里说一直毫无保留的往下走就对了哈，这份关系不用想太多，往下走就对了。好，往下走就会往那里走，所以他表示说这份关系它是整个路是通的啦，无论什么朋友关系、好朋友关系走到爱情都 OK， 顺着你们的直觉走，顺着你们舒适的感觉走下去，就会完全走到对的路。这一组是少有我没有看到任何阻碍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去把这个关系跟这个界面拖慢，都是一些很合理的状况哈。整个推论都是非常合理的，也算平淡，但也算安全，所以就只要等待那个时间出来就好了哈。它不会突然冒出来，它会渐渐的从跟你做朋友，然后慢慢走到越来越好这样子，它不会突然冒出来，不是这个关系哈。好，那我想1号牌就这样，讯息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吧毕竟今天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好的桃花能量靠近嘛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好运能量靠近然后新的好桃花也靠近了好，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大牌的说法是什么先把第一张牌翻出来先看一下这个好运能量的好的桃花能量是什么样子一个定位这里其中一个，可是这个已经亮了好吧，这边有一张，这张。我看一下他除了好运能量靠近之外，他这一个人本身也携带着很好的运气他本身在生活上就是比多数人有更多好运气的人。那他这次的靠近搭配你的话，应该两相乘会更好吧不然这个太阳能量这个超极限的正能量这样靠近，我觉得有点多，有点太多，这个好运能量有点太多。我看一下为何好运能量有点太多？我会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果然是很强大的好运能量而且还在逐步的增加，逐步的获得。当你们两个一靠近的时候，好事会不断，工作、收入、感情各方面的获得，各方面都会往上提升，而且是渐入佳境。然后做什么获得什么，做什么都有很好的赞赏，反正都是一个整个好的方式的获得了那我们就不要扫兴或乌鸦嘴说他往什么方向走，这也许就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最难能可贵、好运集中的一段时间看一下，
然后心情上、思考上是平静的，是舒适的，是自在的，甚至是自我疗愈的。所以当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并没有那一种很高亢、很嗨的情绪，反而是那一种很休息、很休憩、很舒服、安安静静地待在彼此房间的旁边，不是房间的两个能量的互相照应哈。果然，那你们需要彼此的时候，或想到彼此的时候才会在一起哈。一开始会以比较亲近的新朋友跟好朋友的关系好好的相处，一切都带来很多新颖的感觉，然后内心又有一种很温温暖暖的连结，觉得认识这个新朋友还不错。其实前期会花蛮多的时间跟这个人相处认识，还会把他介绍给你的旧朋友。但是这一切的开端都还没有要进，并没有你们的意识到，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要进入爱情的一个路径哦。很奇妙哈，上一组牌也是这样，这组牌也是这样，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全部都这样？我来看一下这整个路径。那我想一下哈。他的能量更有创造力，更有行动力，所以他会比较常出主意，说我们一起去哪里或什么，你只要跟着就好了，因为整个感受上都是很舒适的哈。所以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活力，然后你会觉得很新鲜，所以这一个新鲜呢、投射出一件事情是，它是一个你之前不太遇得到的那一种类型的人。哦，可是你们好像对于整个生活的期待、未来生活的期待，还有比较宁静的向往，这个东西有达到一个还不错的默契。你们两个的相处不需要太多的交谈，都只要交谈到重点。大部分的时间都只要去分享一些感受上的细微的舒适感，安安静静的，也不能说全然安静啦，就是话不多，哦。可是每次的心理的交流都觉得很有丰富感跟很温暖，而且还没有那一种被捆绑跟限制，还有情了啊，哈，情绪价值很高的一组。那即便长时间相处一整天，分开的时候也没有那一种劳累的感觉，也没有那一种精神耗弱、疲惫的感觉，脑海里有很多声音，反而是一种很疗愈的，好像心灵洗过一个澡这样，好久没有洗干净的感觉。每次相处都这样，所以我会认为你们这组渐渐的会沉溺，不知不觉会沉溺于需要常常看到对方，需要常常跟这个人相处，能量只要靠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洗涤、净化的感觉，很奇妙的一组啦。那这股能量其实用来帮助别人，帮助你们的朋友或什么，其实还蛮有用的。尤其是你们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你们的正能量是算爆棚的。但是火能量的那一种很嗨、很激昂的感觉是没有出来的，是不在这个范围里的哈。主要是女祭司牌的位置，在一个强度思考的位置之后，再种下了冷静思考的冷思考的一个能量，所以你们是很往内在去思维的一组哦。我先说，有的时候，我很常讲这件事，就是原本你在自己的个体里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个性跟样子，可是你遇到了某种你心灵某种角度完美契合，跟能够完美激励你或完美带领你提升你的人出现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内在另一面会跑出来。这一组就有这个现象，很多选二号牌的朋友，有很多人原本没那么安静，
很爱聊天，话很多。可是当这个人出现之后，你内心那个渴望寂静、安静、平稳、栩栩如风的那一个向往，就在内心被强化出来了。躺在海边，安安静静的搭帐篷睡一晚，期待日出的那一个瞬间，那个安静感，你原本没那么期待的，可是遇到了之后，突然被强化着某种渴望跟需求，这组就会，所以遇到他的时候，会体验到某种新的宁静，是你前所未有的新的宁静跟平静的感觉。我再往下看。你们的关系要走到爱情确定关系，前面需要走蛮久的因为你们很细腻，你们内在要确定蛮多感觉，才会在某一个片刻的时候，觉得都饱满了，也会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就确定关系的方式在一起。果然都是这样，要确定蛮久。你们的核心，你们最核心的能量，就是所谓的慢慢分析、慢慢剖析、慢慢体会的这种能量你们核心就是这种能量，所以重点在于体验你们两个人的世界，而不是体验爱情的两人世界。在遇到之后，你们就花很多时间体验你们两个人的相处世界。那你说你们原本就完美契合嘛？我这边没有看到你们本来就完美契合，反倒是就是喜欢这个人在身边，即便很多的想法跟人不一样都没关系，反正我们可以聊，我们可以深谈。你们灵魂上有某种默契，跟个性上的默契是不一样的默契观点它是一个看得比较远的，它就有点像是在整个宇宙的星空里面。问你们，你们两个最喜欢哪一个星？大雄星，就两个人就突然都说大雄星，可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在脑海里跟灵魂的印象里面，就是会说大雄星，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可是他没有逻辑，他没有因为你们拥有共同的背景或什么，所以后来选择这个没有。你们就是在某一个端点的时候，对于大雄星的向往，对这颗星星的向往，在你的人生可能突然那一刻出现了重要的呈现。它就是这种一种心灵的默契，它的呈现，譬如说大雄星的呈现，带给你们相同的感觉，成为你们未来遇到的时候的那一个默契啦。其实我是跟大雄星没有关，而是那一刻你们一起得到了什么，所以成就了你们这次的相处的时候，发现内心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契合感，跟星座啊、跟个性啊不太一样，不是这个方向。那这两张牌说，你们的相处一开始就很舒适，正能量很强，可是后面越走会越好。只是它真的是散步型的，它不是冲刺型的，它不是飞奔型的，它是散步型的，要慢慢慢慢的边走边聊，然后走到了某一个位置，觉得整个旅程好丰富，却没有很累，这就是你们相处的那一个模式。然后你们其实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什么位置、心理的价值、工作上的价值、成就上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这件事情本来都没有很深入的想要去思考，可是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就会非常敏感这一种话题跟这种感受。主要是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让你发现说，原来人生会有不一样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是很往内心的，不是很浮面的，不是大众主流经验的，它是一种很难以去跟他人诉说的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语言，而且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找不到另一个可以讲相同话题跟讲相同语言的人。那这种默契，它不会一开始就被定义在是要爱情，而是把它定义在这个关系的持久跟。其实我觉得能走到收妹已经是最好最好的价值了。而在收妹之前，他可能灵魂伴侣啦，在灵魂伴侣之前，他可能也有进入恋人的这个关系。可是真正最高级的价值，我觉得是灵魂伴侣这个端点，才是你们最后要走到的。好，再往下翻一下。好，你们是非常好的陪伴，在未来而且你们这一组可能还有人会加入不是说感情上也还有人加入，而是跟你们共同有这样话题的人，还有人会再加入。那
它可能是一个助燃剂，是一个催化剂，催化出你们两个的感情其实可以往在一起跟爱情的方向走。这样有一个这样子的讯息哈，而这个新加入你们这个对谈里的人，他其实是会在你们两个的感情的某种瓶颈跟天花板的位置的时候，帮你们突破的一个好的角色的出现。他有可能会成为你们两个人的话题，而在他成为你们两个人的话题的时候，你们两个会有更新颖的对彼此的认识、价值观的交换。但他也有可能同时开窍了你们两个，跟提示了你们两个人的盲点。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并不会比你们的感情更好，但是在你们两个人的心中会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像是贵人，或是 lucky star 般的解决了，或是不知不觉的突破了你们两个人现在没有在网上成为一个更深一级的关系的一个关键的钥匙。这边有看到这个了哈，主要原因就不说了，因为我前面这确实是有看到一个困窘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我看不出来那是什么了哈，直到这个牌出现的时候，才大概知道说哦，原来如此。反正你们之间会有一个第三个，会有一个贵人啊，为了你们两个的关系出现的贵人，他算是一个全然全新的朋友的后来出现哈。好，但是这个人他会在你们认识之后蛮久之后才会出现的哦，因为你们前面的两人世界、两人的契合那一段时间会先走蛮久的。不过我先说，你们确定关系不会很早哦，你们确定关系这件事情不会很早出现，不会在认识的前6个月就确定关系这种，我觉得没有那么快哈。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享受某种相处的美感，那爱情只是你们已经看到的方向，但不需要马上执行，好，就这样的感觉。好，那第一组牌大致上概念上就这样哈，让我们来看后面更多细节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还蛮怕在第一组牌就把很多东西都看完了。然后又害怕第二组牌给的方向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哈。来，这组哈，这是古老经典的维特塔罗牌哈，所以它这个图案是没有修饰的，是比较老的颜色，线也比较粗哈，工具的方式，然后上色也是比较呆板的哈，因为那时候颜料的颜色就这样，没有那么多，因为了印刷哈。好，第一张认识了吗？哦，你们已经认识嘞，你们已经认识嘞哦。生活上已经有很多的见面课，很多的交谈，跟很多的出去都有，以朋友的方式出去见面聊天，内在很多都有哈。感情还不错，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感觉就不错，所以他是你身边的人呢，你要想一下，他不是一个陌生人呢，感情的连接跟各方面其实都已经有做出某种程度的关系了耶。我怎么拉的这么下面？然后我看一下，你们现在应该有在某一个社团，或是班级，或是一个场合非常常见面哈。这是好像是你们一起去学习的地方，所以你要想一下，是不是什么语言教室班、补习班啊，或是健身房啊，还是什么运动课程啊，还是一个什么服务单位啊，哈，或是做义工什么之类的哈。那这一件事情也跟工作有关，跟工作的提升有关，去参加的一个其他的课程或什么的哈。那他在里面，那你们的关系很好哈。只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哦，你们两个都还没有意识到你们关系好是因为要走到爱情哦，这里都没有。然后
你们还有可能各自跟别人先谈恋爱，然后还失恋哦，然后成为聊天的朋友、心理的伴侣，或是资源的这种好朋友哦，或可能会先有这样子的关系出现，才会意识到，其实恋爱的关系其实最适合的是你们两个。前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小事情要先发生，只是到现在你们关系再好，还是没有发现，其实最适合在一起的是你们彼此。好，那要走到那里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它还在起伏潜伏中。好，那现在这边说你们两个现在很友好，很像家人，很像好朋友，这个关系只是幻觉。这边讲的非常清楚。当你们突破这个幻觉，看清这个幻觉之后，才会发现说，爱情就在你们眼前，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抓住哈。所以以今天的题目来说，这个桃花能量被藏在了雾里面，被藏在了幻觉里面，它其实就在身边。只是没有火能量，火能量有逆向消落中、消减中，这代表什么？你们现在基本上是完全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好，它需要更多麻烦的事情出现之后，然后你们始终都在附近陪伴，没有离去。然后你们有一些新的革命情感跟真正的陪伴过，才会发现彼此的重要性。果然哈，你们两个这个感情的路线的阻碍就是火能量太小，没有那个憧憬。但是你们的底能量、背景各方面，你们所需要的爱跟想要走到的爱的模式是一样的，所以你们才谈得来啊。所以你们在彼此谁失恋的时候，才能够互相安慰啊，因为你们对爱情的模式跟概念是一样的。好，你要感觉一下。不过我先说，现在感觉不到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真的没有，现在你们两个关系的好能量，真的都被设定在谈天知心的好朋友，能聊天聊内心的朋友这边，好，然后还被框限住一种还被框限在一种很生活化的、很零星的生活里面的一种感情，它甚至还没有形成一种可依赖的感觉哦。如果你生活上有一些很困难什么，你想依赖的人，他还不是首选，他还没到首选的位置，但是整个都还在渐入佳境中，哦。所以第一组牌所讲的现象，应该是在这里之后才会发生。所以第一组牌是不是有讲说，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一个好的正能量都一直在出现？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保护能量，保护你们两个还在处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啦。好，还要再还要再等吗？我看一下最近的半年到一年之内有没有什么很强的能量的起伏哈。可能3个月左右，你们彼此之间有人可能会在经历一个很大的低潮，那个时候开始，你们可能会有在更亲近的关系，就是感情会再更好，会再更深阶一次哈。大概3个月之后，2到3个月之后了，应该会有一些，但不一定是感情啦哈，可能是家人或什么的，心情会有一个很极差的点，然后会互相支援，会互相解救哈。然后差不多再到冬天的时候哈，好像整个关系会到你们会有一个理智的判断，发现你们俩的关系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好，越来越亲近了。大概在冬天的时候，你们会，即便只是朋友关系，你们有意识到你们的感觉、感情跟依赖和那个安全感跟信任感已经大大的提升了哦。那这可能也在意味着你们慢慢对爱情的能量的感受有慢慢的浮现出来吧。这个我翻一下。对于这个提问，我用这个翻好了。哦，
有慢慢浮现出来了，但能量还是不强。它会有一点昙花一现哈，就是在你们的关系里面，突然有感觉到说，你们是不是用一种恋爱的方式对彼此好，或是互相喜欢？可是感觉会浮现出来，可是一下就坠落了，会零星的浮现，但是还没有稳定的往上发展，但是会有哈，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啦。好，看一下。哦，你们关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朦胧点，就是你们的正能量似乎都用在一种陪伴跟好朋友的关系上面，在爱情上面好像不太像哈，不太像往爱情，不太像。它还需要一些悲伤的事情、伤感的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才会把这个正能量应用到把爱情的那一条路径照亮了。现在都还是属于一种友情、家人的方式，在你们彼此之间做一个资源跟支持哈。那在灵魂的角度上呢，你们是非常遥远的两个灵魂的两两相望了，拿望远镜相望了，在灵魂的距离上是非常远的。所以这一次的遇见应该算是很难得的遇见了哈，在灵魂的角度，所以你们应该对彼此真正的自己是不熟悉的，是新的。只是好像以灵魂的角度看彼此看很久了啦，看到就熟悉了，其实没有那么熟悉，真正内在的东西其实还没有熟悉到。所以难怪要慢慢走到爱情这一步，其实节奏真的是偏慢的。好，我再看一下。好，我看一下，因为它这个真的有点慢哈，主要是慢啊，不适合。就是这张，好长翻到这张到底是我手怎么了？他这里说的跟这个一样了哈，你们的连接在很远，两个很远的位置做出来的连接哈，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刚讲了。再来，这里说你们的关系需要有一个心灵上的重新整理哈，才会走到有意识到爱情这个方向。他这边其实这张牌在说，在某种进化之后才会产生出新的智慧啦。所以这一份进化可能就是就像前面讲的，你们的生活应该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然后产生了陪伴、革命情感。这边也有说哈，才会有一个新的升阶。那不能急，因为那件事情还没有出来哈。所以看来这边讲的就是可能会有那一个准备要出现的事情。好，那你们的这个陪伴之后才会产生依赖，才会产生安全感。那慢慢的才会往爱情的方向。现在爱情的那一条路径哈没有出现，很多好的水能量都一直在诠释你们的友情或是家人这个关系而已哈。好，再来看这个。哦，这两张哈，我先直接把牌意讲给你听，你大概就知道我会要讲什么。这张说正在转念中，这张说表象要看破，所以这两张的答案是什么？就是符合这前面说的，你们现在的朋友关系跟这个像家人的关系其实是个幻觉，这个表象要看破，而你们对彼此的感受要转念转换成爱情，才会把这个正能量往爱情的路径上走，非常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嘛。你们现在的阻碍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互相的正能量一直没有用在爱情上，因为你们没有意识到或是没有感觉到。那现在的情况对我来说是僵化的，所以它必须要什么特别的事件发生之后，而且那个事件在这里某个角度看来是已经定好的，这边有说，好，所以到那时候你就会感受得到了，你就会知道你们的陪伴跟朋友价值就提升了。好，来，我再看一下哈。哦，好。
嗯，可能会有，这边说应该会有一个贵人会出现去帮助你们破解这关。那刚刚这里是不是有出现过一次？哦，我们三组牌有出现过，对不对？对，我们三组牌说会有一个第三个人的进入，然后去影响了你们，好，帮你们做一个提升。没想到这边又翻了一次哈，所以看来后来会有一个第三个人在对你们的关系做一个很强大的影响哈。那我们就要期待一下哈。所以这一组很特别，你必须要遇到两个人。好，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然后所以其实看到现在还蛮佛间的题目，就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桃花，时间到了哈，那个桃花架进来了哦。好，那么就乐观的期待吧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我们用这个牌组哈。来，等一下，我们先用大牌来翻。今天的题目是好运降临哈，新的恋情正在靠近，新的桃花正在靠近哈。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组牌的，那就这2张吧。我本身极少会去把弹出的牌拿出来用。好，来，哦。看来这一组一遇到就有激烈的爱情的感觉要浮现了哈，跟1、2号牌不一样。1、2号牌前面要走蛮长的朋友跟家人的路才会到哈。那3号牌却是一遇到的就直接进入爱情的状况哈。所以，但是我先说这张牌哈，玩乐的感觉，玩乐的讯息很强。它不是随机的，它是朋友间的介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非常有感觉。那有一个人非常主动，有一个人非常隐晦，所以会在这个你来我往之中，一开始就确定了互相的喜欢，甚至有可能第2天就进入交往的过程哦。这组有很强的这个讯息，我来连翻3张来确定一下这个感觉的走向哈。一般来说，我们先看元素是什么，不一定要立即看它的牌意是什么，先看元素，然后再看一下它的数字的重量哈。土火火代表这个爱情是有在炼成中、生成中的。那有火表示有驱动性，所以它是有发展性的，表示刚刚前面说的，可能第2天就会立刻进入爱情，这个角度是对的。可是第2天的时候，可能没有第1天的疯狂，第2天开始会比较探索内心的东西、内心的价值，甚至会很快就确定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性，未来的走向、未来的爱情生活各方面，会先有一个些微初期的确定哈。会感觉到有一点点负担，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太深入，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太快，可是甜蜜感也会出现，而且结果会令人惊喜，会非常契合，会非常满意，然后内心的某种孤单跟空虚会在这里会立即被填补，节奏很快哦，这组节奏很快哦。那但是要小心一件事情哈，你们他会在进入一个冷却期的时候，会误解为是不是不喜欢了。那这个冷却期并不是不喜欢，而是你们前面太热太 hot 了。那为什么会进入冷却期？因为你们本质上不是很热很 hot 的人，你们是趋近于比较向往内心平静的人。但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太有吸引力了哈。那为何我会发现你们是内心比较趋向于平静的人呢？因为我翻出来的是风能量，然后翻出来的第1张牌是土能量，它还是处在一种比较冷、比较安静的。虽然它不是，它是阴跟阳性能量都一起有做调和，阳性能量就比较强。可是隐士牌的能量跟塔牌能量是中间有做一个区隔的，我觉得它没有直接影响，而是它是一个先后顺序，所以我才说后面会突然冷下来。突然冷下来的意思是说，你们很快就确定了2个人的喜欢，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关了。可是后面更加的是好奇，内心
是不是也跟一开始一样的契合？所以他会有一个冷静下来的感觉，但是他没有否定你们内心的悸动，还是在。还有你们在外表初次见面，很多表面上的条件都是互相吸引的，最肤浅的状况。长相喜不喜欢？喜欢。讲话声音喜不喜欢？喜欢。衣着打扮喜不喜欢？喜欢。很奇妙的一种喜欢，而他并不是原本你预期的类型，它出现了一种新颖的感觉，可是很多东西你都喜欢，很奇妙啦。这一组有一个很特别的氛围哦，好，越相处获得越多，越相处得到的奖赏跟惊喜越多，不会让人失望的。但是你们心中总有一种好事来得太快的一种害怕啦，因为可能长久下来都一直觉得说期待的东西都没有出现，都落空，都出包，所以你们不会觉得有这么饱满的礼物会呈现在你们眼前，一定有什么坏事隐藏在其中，没那么好的事，不会有这种天下掉下来的，你们心里会这么想。可这次就是啊，如果你硬要我觉得它有一个缺陷的话，我觉得可能啦，你会发现他后来会发现他的朋友你不喜欢，会发现他的工作你不喜欢，会发现他住的地方你不喜欢，后面会发现一些你不喜欢的了，会跟更初期的感觉有一个落差。可是那些你的不喜欢跟你的困扰，都还是离你们的感情有点远啦。哦，或是你会发现他可能只在这边待半年，他就要回去他的国家了，或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些后面的不喜欢会出现。那些不喜欢会颠覆跟你一开始对他的好感，后面会有一些小小的颠覆，跟有一些抉择在后面会出现。那个我们下一组还在翻，但是初期的感觉是非常好的。那至少我先想，至少以短时间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好，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还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以现况来说，现阶段来说，大概没有什么就说你们遇到之后的当下那一段初期，大概已经把很多最好的感觉跟感受都呈现出来了，所以很快就到达天花板了。他没有没有立即的就有一种再进入一种新的关系的境界，没有前面这个甜蜜期或是热恋期吧，或是一种好感期，它会延伸的比较长一段时间，可是就都是一直这种饱满的气息，会直到有一些生活的问题或是生活的面对条件出现的时候，你们才会比较正视这份关系的持续下去。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不喜欢如果出现的话，还要不要再持续下去？那你们会思考说有没有需要改变呢？那彼此在彼此的人生价值中有重要到需要做改变吗？还是需要到接受这样？它是有一个初期还不错，后面就开始进入挑战的一个关系哦。哈，好，总之啦，这一题的题目就是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一个挑战或升华吧，或进阶。处理的好，就是一种完全的升华跟晋级啊。可是我必须说一句老实话，爱情哈，它不是来了就从头到尾都顺遂，它有许多的学习跟调整，它不会从头到尾都称心如意。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都是你在默默的调整或是接受才有的。如果你要完全都照自己来的话，其实你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好了，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讲法。可是现实就是，这是两个人的生活，不是你一个人的生活。如果你要全部都照你的意识，在你的完美想象出来，的确在心灵的准备上、心理的成熟度健全上，其实是还没有准备好的哈。因为这是两个人的生活哈。好，你要大概理解一下初步状况是这样。那这一题确实是会比较强化这一件事情，它有一个抉择跟挑战哈在这里。虽然能量很强，但它毕竟还是塔牌，它有一个转换，那个转换能不能接住还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转换强调的是这份感情的价值在哪里，沉重感也是会出来的哦。好，我们再看一些更深远的地方。
这边有解方，解方是说，只要你把在一起的角度看得更长远一点，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难。好，那两个相处的缺点是好东西不会那么快立即出现。一开始状况是还不错，可是那都是情绪上、感受上觉得很喜欢。可是以现实面上，真正的好东西跟礼物、跟获得、跟丰收感要在比较后面才会有，它还没有要出现。那你们两个的相处，只要够有讨论、够有沟通、够有智慧，好，够开放一点，不要太多的私心，你们还是能够点石成金你们想要的爱情的状况。所以这边说是能够解决的，但是视野要再更长远一点。要看得这更远一点，所以可能短暂的分离是必要的。好，短暂的难处是必要的。那节制牌出现在最理智的位置，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当你们把理智跟好好的谈、好好的面对、好好的调整的话，是都可以解决的。它没有很难，它没有完全无法解决的事情，也没有完全只能忍耐的事情，没有。都是调整，调整完这关系就会慢慢的走下去。这个位置，其实这4张牌都讲的不错，他把你们两个关系的未来性讲的很有期待感哦。就是难以选择，难以选择，但是整个选择上，整个流程上都还是在爱的路径上啦，所以不是说真的很难，而是你怎么看这份关系出现在你们人生里面，你要把它放到什么价值的位置了。好，这里我先不讲，我先这里补充一下那个价值的位置是怎么说，就是说你觉得没有重要到我需要挑战，没有重要到我需要改变，没有重要到我需要思考这么用力，那就表示它没有很重要，没有很有价值。那这个选择就不要了，因为你会觉得比较轻松啊。但是你觉得它的很稀罕，你觉得对你人生有重大的影响，你觉得你人生没有经历过这么有挑战性或是需要做出改变的事情，你觉得这份感觉，这个出现让你第一次感受到爱情是长什么模样的话，那它就有价值，所以你会做出一些选择，而那些选择可能有包括在忍耐跟等待，那它就会走上你所期待的爱的路径，这样。所以我说的是这个价值点在这里，没有好坏，只有你认为对你来说什么是比较有价值、比较重量的而已。好，来回到这里，这里又出现了一次，你们之间风能量不稳定，风能量不稳定会有2个意思，就是会让你们有点烦恼，这件事情会有点烦恼。但是不稳定还有一件事情是，有蛮多的奇迹跟创意，还有不可预知的事情会发生。而不可预知的事情，有好事坏事会同时都出现，那它的变化性就很大，表示说这条路没有走死，还有很多的变数变局。只要你冷静下来的做选择，慢慢的走，还是可以走好的哈。毕竟这里都说有一个远方是有一个山头是好的，是要你们就走到那里的，但它毕竟是个山头，是一个远方，有看到了，你也要看到，决定要走，确实可以走到的，好，慢慢的走下去就可以了，去把魔术师的点石成金的能量，依赖着你们的智慧跟智商处理的方式去把它创造出来，可以显化出来。他的意思是说可以显化，而不是一条死路哈。他也没劝退，好吗？哈，这里的概念是这样。好，这里就讲很多了。好，我觉得 OK。来，我们看第2组，其实这里已经讲很多了。好，那我后面讲快一点。第2组牌，好，第2组牌就讲现况了哈。我大概把它交代一下。好，这里。来，
你们之间各自还在自己的生活烦恼里面，这些事情都解决掉、都清理掉之后，就会见到面了。你们一见面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们刚好从某一个困窘的低谷里面爬上来，所以整个心情跟能量是乐观的，是全新的生命力。所以遇到彼此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个比较欢喜的状况遇到彼此，是一种比较接近奔放、舒适的感觉。所以你们一遇见的时候，就有一拍即合的感觉哈。这3张困难牌就在你们遇见的时候被解决掉了。那以现阶段来说，你们内在的心理保持着很强的爱情能量，期待对爱情的期待，然后还有一种对于感官上、欲望上的渴望，也在蓄势待发中。那整个能量会在你们遇见前就饱满了起来，只是会被你们遗忘，会被你们先忘记，因为你们有生活的琐事或工作上的琐事先必须的这个挑战先处理完之后，在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遇到的时候，这前面的能量就会一起爆发出来，才会进入到一个快速的热恋状态，就跟第一组牌前面讲的前期那状况是一样的。那以路径上来说，短时间内还不会遇到哈，因为有好几道门先挡着。那有一个比较好走的路径，让你们遇到的，但是就偏宁静，你们两个好像没有意识到哈。总之啦，现在给的一个启示就是，你们近期可能会有工作会比较忙碌，就这样。我先讲大概就类似工作会比较忙碌哈，会难以去思考爱情这件事情，会感受对爱情的渴望的思考能力有可能会降低，那可能就处在这个时期。然后这时期都复苏之后，差不多你们就差不多会遇到了哈。那遇到的状况这边没有提示哈，没有说是工作还是朋友，没有。我看一下。没有，竟然没有说走哪里遇到啊，那我直接翻这里，直接告诉我最有可能的遇到的方式3张，我不想再从这里面找了。好，哦，现在的距离哦，先看下距离哈。距离不远不近，可是中间有挡住的东西，就是还没有很靠近了哈。我看一下，怎么又是这张？2、3，好，知道了。工作上的朋友的介绍会遇到，但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讲法，换工作，然后会认识新的工作里面的新朋友，也有这一个。好，工作上的朋友，还有一个，工作上你的贵人，你的提携你的人，他不一定是贵人，就是提携你的，有比较照顾你的人，会带你去认识新朋友，扩展新的朋友圈的时候会认识到这个人。这组已经确定是朋友间的介绍遇到的啦，好，朋友间的介绍遇到的。好，那这个朋友很接近工作里面的朋友，这样哦，好，那这个点就知道了。再来，你们彼此看不到彼此，这边说了，果然是要靠介绍哈。那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的灵魂的遇见是一种理智的浪漫，哦，就是不是奔放型的浪漫，是你们两个就是会有一种很精致经营彼此的浪漫的两个灵魂的遇见啊。所以回到这个概念，回到第一组牌，我就会认为，其实你们是会选择突破关系而不要分开的那一种人哈。你们不会放弃的很快，因为我觉得我在前面组就有感觉到你们对于这份爱情有感受到某种稀罕度跟珍贵度，你们愿意突破很多挑战去把它留下来。哦，这是难等一下哈。嗯，
好，呃，你们记得感情情绪要控制稳定。你们两个这份关系最大的破坏力最大的是情绪的控制不稳定。好，这边做了这个提示哈。那这里的讯息我就只帮你整合到这里。好，所以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后面感觉到有点难以维持或是什么，面对很多事情挑战的时候，记得情绪只要稳下来，你们就会找到那个智慧，你们就会找到那个智慧。好，我看一下这里。好，这边说你们接近中，感情正在接近中哈。然后这个人不是一看就喜欢的人，这个人是讲到话之后才会发现你喜欢他的人哈。他不是一看就喜欢的那种人。这边说了，他说这里说不要被表象骗了，不是那个你要看遇到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人。那这边说有接近中了哈，那一个水能量那个浪漫的感觉。那个爱情的感觉已经正在接近中了哈，已经慢慢的在其他路径上接近中了，所以再等一下哈，来，讯息是零散的啦，这一次没有什么很流动，所以我再捕捉一些，说你就听到你觉得重要，你把它留下来。哦，大概秋天到冬天这段时间的时候，你们会在工作上可能会有比较，你的工作上可能会有，我觉得就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些联系，然后以工作的角度来说，有些朋友的交流认识的时候，这个时间点你们两个遇见跟认识的浓度最强哈。然后而且那一个时间点，你们在工作上的展现跟表现还会变得更好，所以才会受到重视哈，所以才会受到朋友的介绍、推荐，这样认识更多的人，所以他还是脱离不了工作上的人的朋友上的介绍哈。好，那就这样，只是时间说秋天到冬天，我觉得离现在还有一点远哈。但记得我刚刚说的，你们现在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先面对跟解决，现在先不太会想到爱情，不太会感受到爱情哈，所以看来整个时间流程已经排出来了。好，那就这样。那这是3号来的朋友，我觉得讯息我没有给很多啦，但我觉得有戳到那个重点跟前中后就可以了哈。那我们一样一起乐观期待吧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